今天呢，介绍一家香港的银行。这家银行呢，其实大家都知道啊，中国工商银行，但是有个括号啊，亚洲啊，简称呢叫工银亚洲。其实说白了就是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的分行，你可以这样理解。那么先说两个优惠啊，这个两个优惠呢，其实第一个优惠是限定时间的啊，比如说啊，这个它是转账可以免手续费啊，只是说我这样说的话，你可能听不明白啊，怎么转账是零手续费啊？呃，你看这句话啊，先说时间是1月1号到6月30号，不知道这个退款期会不会延期啊？我大概率觉得可能会延期的。第二个的话，合资格客户这边有一啊，这个一小字部分呢，你要等一下看啊，透过手机银行啊，必须透过手机银行，不能透过网银啊，电脑网银不行。实时汇出款项至中国工商银行的分支机构啊，含内地及海外，可享零手续费优惠啊。我们看看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字在这里啊，但是大家可能看的比较小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。其实就说白就是什么呢？首先呢，你的手机银行呢里面绑定你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内地分行的卡片，或者说海外的工行的账户的卡片，因为它这边有图片啊，你看这个账户啊，账户点进来，然后绑定这个一账通啊，添加本人内地工行账户，然后再确定开通，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转账免费。怎么说呢？你先开一个工银亚洲香港的账户，然后在手机 APP 里面添加你中国内地工行的账户，两个绑定在一起，从香港转中国内地啊，这样的话才能免费。如果说你要从中国内地转到香港，那是不免费的啊，这个跟工银亚洲没关系，工银亚洲它只能管住自己，是吧？这个它只能管自己免费啊，不能管住这个内地工行免费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东西大家看清楚啊。所以说有些人他理解为这个内地跟香港完全可以互转免费，不是的啊，只能说你在香港的钱转到中国内地来是免费的。当然注意啊，透明转账，并且要工行的。好，还有一个优惠啊，我这边是看的官网啊。我之前没想到这个优惠居然可以免手续费内地取款，同时支持港币和人民币种。当然的话，你在中国内地取款的话，你只能支持人民币啊，没有听说过有这种外币的取款机啊。那么这边内地取款免手续费，你可以看到这个页面啊，您可以凭这个工银亚洲港币借记卡于中国内地各个城市啊，近9万台，中国工商银行嘛哪里都有啊，自动会员区查询账户余额，提取人民币现金，享受免提款手续费专属优惠啊，每一笔取款至少节省15港币手续费。那么这边有个1和4啊，我们看1和4这小字部分别被坑了啊。这边的话其实也很小字部分啊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，就是说呢，如果说呢你这个是在工银亚洲里面你有人民币存款的账户啊，比如说你在香港有存人民币的话，那你存了100块，在中国内地取100块，那他就从人民币账户里面直接扣100块。如果说你在香港，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有开人民币账户，都存的都是港币，对吧？他给港币的话，你在中国内地的工商银行取款也是免手续费，但是呢，他怎么赚钱呢？他就从港币账户里面去扣钱啊，扣那个钱的时候的话，他可以转换这个汇率，是吧？这个从汇率上去赚你这个差价啊。其实呢，这种叫扣账卡，其实也很多啊。原本的话，这个收这个钱的话，他是要收15港币左右的手续费啊。其实说实话，我感觉真不贵啊，真不贵，就算被扣了也不贵啊。而且呢，说实话，如果说你家附近没有中国工商银行啊，那么其实银联的话也是可以取款的，但是手续费的话大概是15港币或30块啊，这边不等啊，应该是15港币吧。那么除了他在内地工行可以取款的话，其实呢，他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基本上啊都可以取款。比如说呢，澳门的话有银通啊，中国内地的话有银联，是吧？海外的话是一个叫 Series 的这个网络机器啊，你可以看那个 ATM 机上那个标志的嘛啊，你看清楚。不过 Series 肯定是没有这种万事达、Visa 这种更多啊，分别价格是10块、15、30啊。好，现在说开户流程啊，开户流程是非常简单啊，分2步走。第一步的话，先填表，填表的话，你先下载这个应用程序。那么我现在的网页的话，其实是官方网页啊，不会说钓鱼网页。那么你不放心的话，你可以自己搜索一下官方网页啊。那么下面啊就是3个方面啊。第一方面的话，如果说你是苹果手机的话，用户啊，苹果手机的话 ，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的话，国区是有这个工银亚洲的 APP 的，你可以直接下载。那 Google Play 的话就不用说了，肯定是有的。另外的话 ，APK 文件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发现在应用宝啊，在我的一些应用商店，像 OPPO 啊、华为啊，可能没有啊，因为我觉得应用宝、腾讯应用宝都没有的话。基本上啊也没有了啊，所以说呢，你要下载这个 APK 文件，比如说那些安卓的国产手机的安卓手机用户啊，那么你下载 APK 文件，你可以扫码，
那么如果说你扫码不会扫的话，没关系啊，这边你往下拉啊，往下拉这边有个大的 APK 也是一样的，点一下也可以了啊。好，你看我这个吧，我这个时候我特意拿了一个安卓手机来作为一个演示啊。首先的话，你这种从浏览器去，比如说我是微信扫描的，微信扫描之后呢，它会跳转到 Edge 网页啊，我这个浏览器，然后呢下载之后呢点安装，安装的话，因为它安卓手机呢它是有权限设置的啊，所以说呢你要允许这个来源安装，安装之后点设置啊。好，然后就允许之后呢，再点回来，点回来之后点继续安装啊。好，安装成功之后，点开这个 APP 之后呢，你点新客开户啊，注意新客开户。开户呢，目前呢接受2种人啊，一种是香港身份证的，香港身份证的话是永久跟非永久的，这种都可以啊。不过香港身份证的用户呢，其实呢你太简单了啊，这个你在当地也可以办啊。我现在的话是中国内地客户啊，内地居民的话，其实呢你不仅仅要身份证，你还得有港澳证。说白了，其实你还得去一趟。当然，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只有护照行不行？也可以，但是呢，护照的话有个麻烦的事情，就是你过港的时候呢，拿护照过香港，拿那个小标签纸啊，你是得转机才能去香港的，对吧？你一般的默认的话，大部分都是用港澳通行证去香港的，所以说呢，怕麻烦，我建议你还是用这个港澳通行证办。好，这边有个开户条件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成年人啊，18岁以上，然后呢，证件到期日必须要有3个月以上啊，3个月零10天，100天以上，这个应该不是很大问题啊。手机号码可以内地手机号码啊，不需要香港手机号码。那么电子邮箱地址，然后呢，这个下面有个说明啊，我们会为您保留已输入资料30天。当有些人会问啊，我这边填表之后呢，然后我可能近期或者改变计划，我不去香港啊。我的经验是，我也听到别人经验告诉我，是最长的有个客户是4个月之后啊，填表成功之后4个月之后才去拿到卡的，也可以啊。但是呢，最好的话啊，1个月之内吧。真要去不了的话，你可以再重新去之前啊，当天晚上再填一份也行嘛。好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它这边有2个账户，一般综合账户，说白就是0元账户，就是不需要你存什么钱。但是呢，默认的话，你如果说去网点办理的话，我建议你带1万块港币现金啊，因为这个建议我觉得是比较强烈的建议。等一下我会说啊，这个开户取卡的话有2种流程啊，一种流程的话是 VTM 自动柜员机上啊，那个如果说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网点办理的话，那是面对面的，面对面的话你至少带1万港币现金吧。第二个的话，理财金账户啊，这个比较高啊，这个的话如果说你不满足日均存款港币80万以上的话，那不得不收你月费了啊，这个的话看你自己需求。当然的话，这个理财金账户有什么好处呢？肯定有的啊，有很多福利的，而且呢，这种账户肯定能办出信用卡的。还有一个点，下面一个啊，综合投资账户，你这边默认是勾选的。那么东亚洲的人告诉我，如果说你不需要投资、不需要理财的话，可以把它去掉。如果说你勾了之后呢，他们默认也是勾选的，很有可能到时候你要开通的时候呢，会需要你提供流水啊。如果说你单纯的存款、转账这些东西的话，你就把它去掉吧。邮箱地址验证啊，这个就不用说了啊，还有一个手机号码验证。好，这边输入邀请码和优惠码，理论上这一步可以跳过，但是呢，输入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啊，我觉得建议还是输入一下啊 ，HLS 啊028啊，你可以把它当成这个海老师的谐音，注意啊大写啊大写。好，到了这一步啊，上传证件这一部分啊，那么拍摄一下啊。然后呢，这边下面有个辅助证件，这边虽然说可以选择中国护照，我强烈建议你还是用港澳通行证，因为什么呢？它很有可能会需要你的小票过关小票千万别丢啊！每次我过海关的时候，我看到地上一大堆人丢了啊，不要丢啊，不要乱丢，很有可能被到时候你万一运气不好还被抓到啊，还罚款呢。好了，提交成功之后呢，你会收到短信啊，这个图片的话其实是供应大众那个朋友发给我的啊。短信还有个邮件通知，然后呢，你就看说明。其实上面的话就会有让你预约这个网点了，但是呢，预约网点的话，有些人他不确定什么时候去啊，我觉得看情况。好了，网上的填表完成之后呢，你就要选择一天去香港。如果说你在网点办理的话，那么你要预约，最好提前3天去预约。那么还有一种方法的话，是通过一种自动柜员机去完成。比如说像这种VTM 机器啊，机器上直接去办理也可以，但是呢，这种机器呢有个缺点就是人太多了，人很多，所以说呢，如果说你为了方便的话，你还是去网点得了。但是网点的话，注意带上1万港币啊。
好，这个网点的链接啊，分行链接啊，我可以放到下方啊，那么你可以看一下柜员机这边把它可以去掉啊，那么你可以看到网点信息，你可以查地址啊，看哪里是吧？上水也有啊。那么从罗湖过上水的话，大概来回要几十块钱吧。那么比较省事的方法的话，其实就是去那个过了关之后啊，就立马就可以办理啊。比如说他这边有个新闻啊，是官方的新闻，率先于罗湖落马洲港铁站内设置啊远程柜员机啊。真的在站里面，就是你过了海关之后嘛，比如说过罗湖关之后啊，先过中国内地关，过了之后去香港海关，香港海关过了之后啊，那么罗湖站本身的话那边有些店铺嘛，然后还要买那个车票，然后去上水啊，去哪里是吧？好，罗湖的话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港铁罗湖站啊，LOW 啊，K5铺啊，闸外注意啊。好，还有一个落马洲啊，落马洲的话是在落马洲港铁站3楼票务大堂311号啊。那么你可以去看一下，大概的话就长这样子的啊，这个是官方图片。那么这个图片的话是工银亚洲给我发来的图片，是这样子的啊。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啊，就是一个 ATM 机，比较高端的叫 ATM 机啊 ，VTM。其实里面的话是有一个柜员的看着你的啊，就是远程服务的。你看远程柜员专人为你服务啊，这个隐私还比较好啊。针对有些人他可能社交有社恐症的话，可以用这种啊。但是听说的话排队排很长啊，那么你要注意是吧？就这样子啊，没有凳子给你坐。好吧，今天的视频讲到这里啊，这个卡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。怎么好用呢？如果说你在香港有钱要回流中国内地的话，那这张卡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储备啊。它转到中国工行零手续费啊，而且提款零手续费，那不是很好。